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一桐被骂纸片人，你喊拒绝身材焦虑，为何还跪舔她的细腰？评论区有2个人在吵架，有人说这么瘦的人就像一张纸一样，很心疼。另外一拨人翻了个白眼，身高165厘米，腿长101厘米，腰围58厘米，这是心疼吗？这就是老天爷给吃的。我认为不要吵了。其实你们并不在一个频道上吵架，你们争吵的并不是李一桐是不是瘦了，而是这样的身材是否属于对普通人的一种欺凌呢？先看数据，李一桐身高为165厘米，体重一直保持在41至45公斤左右，腰围是58厘米，腿长为101厘米左右。是什么样的含义呢？腿部所占的比例达到身体高度的1/61，远远大于亚洲女性平均值。北武民间武系毕业的人，经过10年的基础训练，把肩膀拉长了，直角肩加上天鹅颈，非常干净，路人用原相机都可以对脸拍照。对于他而言，挂脖的设计就是量身打造的，从锁骨一直到肩颈三角区，这是他的最强项。一组夜晚拍摄的照片中，树木的阴影作为背景，灯光使人物的脸部轮廓更加分明。棕色底色上用细条纹装饰的挂脖包臀裙，在肩膀和脖子处全部被固定住了，头发编成了辫子垂在肩膀上，耳环在暗光下只能看到一点光芒。有人认为这就是一种氛围感，我解释说这是精确计算的结果。但问题来了，7月初的时候，李一桐的一组泳装照片被曝光出来，在评论区里突然就变了味道。身高为165厘米，体重为41公斤，锁骨突出，肋骨隐约可见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是多么不健康的形象啊，就像一张薄纸一样。同一个人的身体，在前面就是神级比例，在后面就变成了纸片人。你认为会分裂吗？另外一组黑色丝线的照片也在7月26日被泄露出来，在评论区里再次引起了热议。这是真的吗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大腿，匀称紧实，线条流畅，并且没有出现松弛或者 PS 的情况。同一条腿，1个月之前还被人批评说干瘪无生气，1个月之后却又得到了别人的称赞，老天爷在给他送饭。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？都属于事实上的东西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。其实李一桐就是一面镜子，可以用来映射出这个时代的身体焦虑问题。是什么样的照片呢？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对于瘦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分裂。另一方面，在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关于不要有身材焦虑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微胖才最美的声音，获得了100多万个赞。另外一方面，女明星如果稍微有点发福的话，身材管理失控就会马上登上热搜。李一桐只有41公斤的人会有人说太瘦了心疼，但是让你胖到50公斤试一下呢？看还有没有人在说心疼的时候还会继续心疼下去。别装了好吗？直截了当的说吧，在讨论李一桐身材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正确的秀。嘴上说不身材焦虑，但是手里的点赞都是 4腰、漫画腿、直角肩。评论区有人叫姐姐要多吃点饭，然后就把姐姐的衣服拍下来发到网上去求同款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同款呢？你所追求的是怎样才能瘦到她的程度，但是又不需要承受太瘦了的指责。
这就是最可笑的地方。李一桐的身高为165厘米，体重为41-45公斤，腰围为58厘米，腿长为101厘米。把这样的数据给到任何人做体检报告都会出现红色警报。BMI 小于等于16，属于体重过低这一类别的范围之内。但是给到女明星身上就是神级比例，自律天花板，生图杀手。医学上所说的不健康变成了美学上的顶峰。那么接下来呢？于是很多女孩子就拿出了这份名单来比较自己的情况，担心自己是不是因为缺少了58厘米的腰部或者101厘米的大腿而显得不完美，或者是肩膀和脖子之间的线条不够流畅。李一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只是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在河边拍了几个照片。错误的是我们的这套体系把极度消瘦美称为自律，然后又把自律打扮成可以做到只要够努力的样子。不可以做到，因为他肩膀和脖子的线条都是被50年的基本功练出来的。人的身高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，他的体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之内，在拍摄时也需要有这个条件。用自己平常的生活来和职业选手的比赛状态做比较，于是你就开始焦虑了。这并不是因为李一桐的原因，这就是你所犯下的错误，也属于我自己的原因，是由于我们都被这个系统所训练出来的毛病。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，李一桐的身体状况是否属于对普通人的一种欺凌呢？不包括。他在自己的系统中生存着，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来吃东西、锻炼和工作。真正的霸凌者就是让你觉得自己必须要成为他的那个人的那个故事，就是把41千克改成神级自律的那个人，把腰围58厘米称为漫画腰的热搜。就是在你看到他的照片之后，马上低下头去摸一摸自己的肚子上的赘肉，并且默默地关闭了外卖软件。李一桐身穿棕色底细条纹的挂脖包臀裙，在夜晚中被风吹起头发，松弛感十足。她是很有魅力的人，但是这并不是你所擅长的领域。不要再用它用来衡量自己人生的那把尺子来衡量自己了。